佳绩，我天呐，他太焦虑了，不断的在拉扯他吧，那种感觉。おとついのこと起こっとらんの？今日合唱コンクール大丈夫なんかな？話せんも結果はどうやら终于要合唱比赛了吗？今日学校サボろうか？哦，天呐，佳绩，我觉得就是前面仅仅一些片段，真能看出佳绩一种孤立无援，就是至少是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孤立无援的一个困境之中。同时还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情绪在拉扯着他，一个就是希卡鲁他已经有非常强烈的那种非人感吧，就是去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想去教好这个希卡鲁，就像他之前承诺的那样，真的是一种爱与恐惧共存这么一个状态吧。歌詞覚えた？决议在合唱比赛这一天，这会是一个转折点吗？一生懸命やる。やらん。他们准备了很久的这个合唱。あっつー。あーちゃん、おはよう。ゆうちゃんいつからおったん？もしや朝シン？朝シンちゃうわ。普通に声かけたで。おはよう。そうなん？聞こえんかった。已经影响到他了，他本来是非常敏锐的。あんな、クラスの男子がな、合唱コンで振り付け入れよう言うとるで。ほんまにアホ。あの振り付けは無理やろ。直前に血迷いすぎ、感想でラップ持って。哥们儿也被附身了。さすがに阻止したい。ヨシキがおれば止めるやろ。翘课啦，私奔啦。ヒカルも。うん。哦，像异地里面曾经的他们经常这样吧。なあ、学校サボってええの？俺ら普段出席率ねえし、原専も怒らんやろ。ヨシキは怒っとらんの？希卡鲁真的很担忧。別に怒っとらんよ。そっか。ああ、見てみ。こんな暑い中、ケッタ全力疾走って何機やんの？いつもの俺らや。そっか。佳绩的笑都让我觉得有种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暑いな。ですね。今日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そろそろ慣れた？だいぶ。でも真夏にヘルメットは地獄っすね。帽子じゃダメっすか？安全第一やから横着はあかんよ。あ、はい。妹妹。なあ、今日もええの？いいよ。学校は無理して行くもんじゃない。哇哦，非常开明。なあ、どこ行くん？哦，隔阂。映画。お前好きやろ？おお。Hunter Hunter。
完了，我有非常不好的预感呀！别这样啊！なあ、ヨシキとヒカル、まだ来とらんよ。今日は休みなんかな。まだ腹痛か？サボりやろ。ええな。别这样，我真的心疼。佳纪，いや、ほんと怒っとらんから、ミオに。この映画見たがっとったよ。唯一的朋友，最重要的人。即使希卡鲁非常想看这个电影，但是他的心还是在不断的担忧着佳纪是否在生气。他爸爸，他的家人，佳纪的家人。逝去的光芒一去不回啊！哦，他们还去抓这个电影的娃娃。不会是要带他做完他想做的所有事情吧？然后佳琪就是很温柔啊。どうしたの？急に電話してきて。いや、まあ、元気かな思って。元気だよ。そうか。よかったわ。ありがとう。啊，母さん。不会吧，佳琪？道别。退到阴影处了。後で原線が撮った動画送りつけよう。
杉が倒れてるところ、迫力すごいっすね。息子さんにも見せたら喜ぶんやないですか。喜ぶって年でもないし、息子とはほとんど喋っとらんよ。そうなんすか。いろいろとな、難しくて。兄ちゃん、いつにも増して声小さなかった？つうかあいつ学校サボってない？この川って海まで続いとるんかな。そうやろ。海行きたいんか。海って他想满足他的愿望吗？記憶の中にもぼんやりある。对，ヒカルとは学校帰りに行ってたな。まあここは山ばっかやからさ、また行きたいな。ほんで泳ぎまくってサメ捕まえよ。サメは簡単に捕まらんよ。そしたらお前をおとりにして、こうサメが食うとる間に森でグサーッと死ぬやん。今度行くに海、夏休みとか。这回是我们俩，不是你跟以前的光的记忆。佳映绩，画やろ。いろんなことを知るって楽しいわ。よしきもおるし。もちろんお前が良ければ。ええよ。海行こうな。今度。天呐，佳绩已经要坏掉了。说真的，谁来救救他？サボっても結局いつも通り屋敷んちだ。部屋は別に外暑いし。ただいま。お邪魔します。OP 里面也有他们的植偶。ロンとツモってなんであんなに仲ええんやろな。ロンにとってツモは唯一の友達やからやろ。そうか。对于现在的 Hikaru 来说，佳绩也是唯一。証拠の動画送られてきたに。マジ？結構うまいやん。そうやな。俺も行けばよかったかもな。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真。这就是他的决心吗？像眼泪一样的血。
伊卡鲁真的很受伤啊。两手准备，所以提前也道别了，然后也陪伊卡鲁去做了他所有的愿望。俺に叶えてくれ。他本能的就是要去完成佳姬的愿望。想眼泪。他认为死亡只是换一种形式的存在，但人类不是这么觉得的。他的脊柱。这一个光线。哦，天哪，伊卡鲁。现在他有容身之处，那现在不要杀掉他。成为了我的归属。管他什么情节呢？他是他的唯一。好的，好的，就算我会因此崩溃，这才是真正的决心。他现在已经不能杀人了。哦，
哦，是他们唱的吗？版本吗？弥补了他们没有去唱成合唱比赛的遗憾吗？这集它的整个多线叙事的这种结构也是非常契合了佳纪他内心的这多种纠结吧，就是他的朋友们在学校啊，他的家人，分别他爸爸还有他妈妈、妹妹在做什么，还有一方面就是在他眼前的希卡鲁，他都有考虑到，这些都是他最在乎、最担忧的对象，真的就是意犹未尽。这一集真的是表现的太精彩了，当然了，也非常的虐心吧。真的，他们俩我都好心疼，而且就是前面，尤其是希卡鲁还一直就是眼巴巴、可怜巴巴的，就是非常担忧、非常揪心。就是佳纪还在生气，前面就是佳纪早早就准备好，然后带着希卡鲁去翘课呀，去陪他做他想做的事情。其实多少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吧？但是真正看到佳纪拿出刀捅向希卡鲁的时候，我真的心碎了。我觉得最后一段的对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狠狠的戳中我，并且我觉得是更加的推进了这部剧的一个主旨内核吧，尤其是聚焦在希卡鲁和佳纪这两个完全世界和世界观都不一样的两个个体身上，他们两个人对于生死，或者说他们两个物种对于生死的观念都不一样。在这个时候，佳纪他对于希卡鲁所说出的就是你既然死不了，那就把我杀了吧，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价值观或者说是观念体系的绝望的控诉吧。也像是我在前面说的，它是一种又爱又恐惧的相知的一种情绪。对于希卡鲁，他本身就是应该去实现佳纪的这些愿望，去顺从他。这个对于希卡鲁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尤其是在他开始纠结，这真的是佳纪的愿望，我们真的要下手吗？包括他闪回了他们曾经就是他真实的一个记忆。我觉得他也真实的意识到，就是生命它并不是一种指令，他的这种满足愿望系统与他的情感进行了一个冲撞吧，也自己在自我反省，说大概是自己太轻视生命了。我觉得这个自省也是他一个转变的开始，一种自我的觉醒吧。他作为这个新的希卡鲁的一个觉醒，尤其是他作为新的希卡鲁，终于找到一个存在意义的时候，找到他的容身之所的时候，如果佳纪死了，这一切的一切，所有情感的延续都会归零。他多少意识到了，就是去爱一个人，他是不能够去轻视他的生命的。接下来的希卡鲁，他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将自己这个里面的一半给到了佳纪。这一幕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希卡鲁真的是一种非常病态的方式在调整着自己。不仅是这个思维程度的一个调整，一个观念的修整，更加是一个身体上的、生理上的形态的改变。真的，他有在下定决心要去理解，就是佳纪他所理解的世界，或者说是他所理解的生命。他在试图去靠近佳纪去理解世界的逻辑。就是既然佳纪说了生命很重要，那他即使不理解，他也会去试图削弱，就是自己去伤害其他生命的这种能力。不是说像之前一样，一定要扯着佳纪去融入自己的这个灵魂，或者说是身体里。这个时候的佳纪也很困惑，你居然愿意为我做到这样子的地步。我觉得佳纪他也会在这个时刻更加的理解希卡鲁他作为一个怪物，作为一个非人生物，
他们的这种情感，各自都在向各自的这个世界去靠近。也就像希卡鲁最后说到的，是家计让他感觉到被需要，这是他能留下来的理由，而不是曾经那样没有归属、没有容身之处。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意义不再是去吞噬其他的生命，而现在存在的意义是靠着一个人，也就是他的唯一，他的家计。这个时候，家计也做了决定，要去调查，或者说是他们一块儿去探索，就是希卡鲁他到底是个什么来源，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生物。他也是将自己的这个生命意义去跟卡鲁这样一个怪物去进行了一个捆绑，他们双方的意义都交缠起来了。虽然我这个更的确实比较慢了，并且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但我还是会把这个系列继续看完的。谢谢大家的等待，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